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编。今天我们讲个富二代沉迷女色后败家的故事。故事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塞米诺尔县，玛格丽特夫妇就住在这座城市里。在遇到现任丈夫前，玛格丽特和前夫生下了大儿子杰森。与第二任丈夫结婚后，她又生下了2个儿子，分别是库迪和格兰特。而我们本期的核心人物就是这个小儿子格兰特。格兰特出生于1989年，他与2个哥哥的年龄差距很小，在母亲的管教下，他们一起长大，上同一所学校，还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和兄弟。毕业之后，格兰特和二哥库迪进入了相同的行业，都在医院工作。对于格兰特一家来说，他们的生活和收入水平是相当不错的。母亲玛格丽特不但是一家医疗保健公司的高管，还在当地和别人合作开了一个马厩，负责帮客户驯养赛马，偶尔还会主动牵头举行赛马活动。父亲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是一位临床药剂师。格兰特的大哥在19岁时就从家里搬了出去，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但从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来说，玛格丽特一家已经超过了小镇上 99% 的邻居。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们一家人的关系似乎并不怎么好。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格兰特性格非常的内向，不善于和外人打交道。除了2位兄长和几个童年伙伴外，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朋友。每次碰到圣诞节这些日子，除了自己家人，几乎没有人会邀请格兰特出去聚会，更没有女孩子和他一起交往。你说格兰特过得好失败吧，也有道理，毕竟20多岁的人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摸过。但又好像不能说他失败，毕竟他是生活在一个条件相当不错的家庭里。而早早就独立的大哥不同，格兰特似乎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成年后的他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说的好听一点就是这孩子挺孝顺的，那说的不好听点就是这家伙就是在啃老。父亲很希望格兰特能够搬出去独立生活，之前下班回家后总会抽空找儿子谈话。父亲表示，我的要求呢其实很简单，我不要求你能够拿个诺贝尔医学奖回来让我们祖上冒新烟，但我希望你能够为你以后的人生考虑一下，认认真真为你的将来的家庭努力一下。可每一次说没几句，2个人就会直接吵起来。格兰特认为父亲3番5次劝他从家里搬出去，根本就是因为害怕自己没有钱养老。你那么有钱，那作为儿子的我花你一点钱又怎么了？但是眼不见心不烦，最后格兰特还是从家里搬了出去。2011年，格兰特从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获得了护理学学位。毕业之后，他跟二哥一样，都进入了医院工作。跟其他一穷二白进入社会的同学不同，格兰特的工资从一开始就是他的零花钱，甚至都算不上是零花钱，因为他大部分的生活支出都来自于父母。但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格兰特发现自己似乎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觉得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内向的人，再干多几年这种呆板的工作，那估计自己真的会变成呆子。所以只要一有空时，格兰特总会想着如何让自己做的事情变得更加有趣。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格兰特所做的事情可不仅仅是有趣那么简单。2018年6月，29岁的格兰特因为盗窃罪被捕。上次在核对药物数量时发现柜台里少了8瓶麻醉剂，对比存取记录之后，上司就认为是格兰特偷了这些药。他找来格兰特，委婉地暗示了一番，可格兰特不知道是真没听懂还是装作糊涂，回头就把这事情给忘得干干净净。上司一气之下就直接报了警，在和格兰特扯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才撤回了指控。这件事情过后，格兰特就直接被医院放了一个长假。为了让弟弟从医院这件事情缓过神来，也为了缓解弟弟和父母紧张的关系，二哥库迪就做了个决定，带弟弟格兰特去日本旅行2个星期。然而这次旅行结束回家后，因为一些小事，格兰特又与父母大吵了一架。
由于父亲无法容忍儿子在医院偷药这件事，所以他对格兰特的态度也是越来越差。准确的来说，是他对小儿子能够成才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因为偷药的事情，格兰特被上一家医院炒了鱿鱼，于是无聊的他就开始把时间花在电脑上，包括玩游戏和看 YouTube 视频。每当口袋里没钱时，他就会向父母要钱。父亲大人，母亲大人，我可是你们亲生的啊！如果父母拒绝，格兰特会转向自己的二哥求助，不管弟弟多么频繁的要钱，二哥库迪都不会拒绝。后来某一天，格兰特在玩游戏时，屏幕突然出现了一个很诱人的广告。点进去一看后，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新世界，里面的人说话可好听了，尤其是女孩子，不管外面是严寒还是酷暑，都非常的热情，甚至热到经常脱衣服。在一次闲逛中，格兰特认识了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女孩，这个女孩的网名叫做西尔维亚。虽然两个人从未在线下见过面，但被格兰特的超能力关怀之后，西尔维亚的声音还有动作总是能够让格兰特陶醉不已，以至于格兰特每天除了吃喝拉撒，就是等待西尔维亚上线和他1对1视频聊天。根据平台上的记录，有一段时间格兰特每天几乎要花费大约2500美元，而这只是为了观看西尔维亚的视频，还有给他打赏。在聊天时，格兰特还在这个网站的社区里撒谎说自己是一个成功的职业游戏玩家，这些小钱对他来说就是小意思。从最初的几十美元到几千美元，再到一次性就高达1万美元的打赏，格兰特几乎每一次都能够给西尔维亚一点小小的震撼。在一次又一次的震撼过后，格兰特身体的状态也是变得越来越差，眼神也是越来越空洞，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肾透支。几次结束下来之后，格兰特在西尔维亚身上花了20多万美元，但这笔钱大部分都来自于他的哥哥或者父母。除了在线上给西尔维亚打赏和观看付费视频，格兰特还会买一些情趣玩具还有情趣内衣给他，让他在视频通话中穿上。而每一次西尔维亚也是有求必应，毕竟像格兰特这么痴情的男人已经快要灭种了。在2018年年底时，为了给西尔维亚打赏，格兰特甚至开始偷刷父母的信用卡。收到信用卡账单之后，他的父母发现账户上多了一笔定期的600美元扣款。事情被发现之后，格兰特就向父母敷衍说，这笔钱是为了推广自己的游戏账户，为的就是吸引粉丝并且赚钱。而被格兰特这么一说，格兰特的父母也就没有继续追问。那先不说儿子成不成功，最起码他踏出了想独立挣钱的第一步。可很快他们就发现格兰特在撒谎。12月19号这天，格兰特从日本回到了美国，不料一回到家，凳子还没坐热，就和父母大吵了一架。父母直接禁掉了格兰特使用他们信用卡的权利，但格兰特死活不肯接受。你们那么有钱，我花一点钱又怎么了？争执期间，格兰特的二哥试图调解争端，但局势直接超出了他的控制。而最后，格兰特直接开车离去。母亲玛格丽特非常的担心，尤其是儿子的心理问题。权衡一番之后，他就拨打了911，把他们争吵的事情说给了警方听，并补充说儿子可能会自杀，因为在一则短信中，儿子说道：“我真的受够了一切，我要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过好在格兰特并没有自杀，而是开车去了姑姑家。他在那里待了几天，姑姑回忆说，当时格兰特看起来很迷茫，很沮丧。在格兰特寄宿的这几天里，他把家里所有的枪支都藏了起来，就是担心格兰特一时冲动。几天后，姑姑收到了自己银行账户的消费账单，她惊讶地发现有一笔数百美元的消费被转到了一个没有见过的网络科技公司。追踪这笔资金的去向之后，姑姑发现原来是格兰特在偷花自己的钱。格兰特用这些钱在成人秀网站上与女主播聊天，每天晚上都要聊好几个小时。短短1个星期，叔叔、姑姑还有奶奶的银行账户全部无一幸免，他们都被格兰特盗刷。盗刷的钱全部变成了给西尔维亚的打赏。而当姑姑格兰特的父亲打电话时，姑姑直接在电话里哭了起来，因为短短几天，格兰特就让他们背上了15万美元的债务，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打电话过来。
获悉混蛋儿子做的混蛋事情之后，格兰特的父亲恳求姐姐不要起诉，因为他知道如果姐姐这么做，儿子会直接入狱。格兰特父亲承诺会归还儿子偷走的钱，他的家人知道他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所以在2018年圣诞节时，格兰特的父母还有二哥一起出现在格兰特公寓门口，父亲更是当面给他下发了最后通牒，你必须去医院接受治疗，戒掉网瘾，否则你就永远不用再回来了。虽然格兰特很不情愿，但最终还是被迫在家人面前做出妥协，他得在戒瘾中心里待上2个月，这2个多月每天能上多久的网都是医生说了算。格兰特被送进医院后，他担忧的事情还是出现了，父母开始翻阅他的手机记录，这时他们发现儿子的钱几乎全都用在了西尔维亚身上，为此他们就给这个网站的运营公司发了消息，并要求对方提供西尔维亚的联系方式。直到这时，西尔维亚才知道格兰特根本就不是什么职业游戏玩家，他只是一个29岁的失业青年，当然也是一个痴情的富二代，一直偷父母的钱给自己打赏。格兰特父母写信给西尔维亚，要求他切断与儿子的所有联系，而对于这个要求，西尔维亚表示，从头到尾都是你儿子主动联系我，你儿子做的所有事情，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强迫他。我可以答应你们以后不主动联系你们儿子，但我不可能把钱都退还给你们。一个29岁精神正常的成年人，他就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戒瘾中心待了2个多星期之后，格兰特就回家了。他甚至没有完成一半的治疗，但他坚称自己已经康复了。2019年1月5号，在新的一年里，全家人坐在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格兰特的电脑主机每天晚上都会被拿出他的房间，锁在保险柜里。他们给格兰特制定了2019年的要求还有计划，例如如果他找到工作，不再盗刷家里人的信用卡，并且停止与女主播的交往，他将被允许和家人住在一起。父母甚至将这些要求全部写成了一份书面材料，而这对于一个即将30岁的男人来说，确实让他感到很没脸面。我堂堂30岁的人，居然还过着不如小学生的生活。而最终，格兰特还是同意了这份协议，并承诺会尽快找到工作。也许他觉得自己离开了家人的支持，自己就是个身无分文的乞丐。但是后来格兰特获悉，父母居然背着自己偷偷联系了西尔维亚，还把自己的真实情况说了出来。父母这种先斩后奏，甚至没有奏的做法，让格兰特觉得很不舒服。难道我就不要面子吗？在自己的卧室里，格兰特是越想越觉得不爽。此时的他再也听不进父母的意见了，他变得非常的愤怒，但是并没有直接在家人面前表现出来，只是觉得自己肚子里有一团火在燃烧着。起初格兰特表现得还比较克制，但时间一久，他还是无法忍受没有互联网的生活。他开始频繁地向母亲要回被没收的手机，也许是考虑到不能把儿子逼得太紧，所以母亲有时候会允许儿子使用1-2个小时的手机，然后再把手机收回来。但这件事情格兰特的父亲起初并不知道，直到1月24号星期四这天，父亲还是发现了。他觉得妻子的这种仁慈实际上是对儿子的不负责。当天父子2人的争吵再次爆发。晚上9点15分，格兰特的二哥库迪从医院下班之后，就收到了10几条短信，全部都是父母发给他的。因为格兰特这家伙，家里人又吵了起来。他给女友发的短信表示自己得先回家，先处理弟弟这件破事。然而事实证明，库迪的这个选择是错的。第二天早上，同事发现库迪迟迟没来医院上班。按照他平时的习惯，他通常会比其他人早到半个小时，而现在同事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在问了库迪最亲近的几个人都找不到人后，同事决定报警。他们希望警方到库迪的住所进行搜查，因为这里面肯定出了什么问题。来到库迪住所门前，警方发现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房门没有入室抢劫的痕迹，但房子却非常的安静，无论怎么敲门和按门铃都没人应答。无奈之下，2名警员通过技术手段打开了房门，结果一走进去就看到了库迪的尸体。
当时他以胎儿式的姿势躺在一片血泊中，而在屋内另一侧，警员发现了格兰特的父亲。当时他仰面朝天躺在厨房地上一动不动。可到了这里，悲剧还没有结束，因为在书房的椅子上，警方发现了格兰特的母亲，也就是玛格丽特。她看上去像是在桌子上睡着了，但凑近仔细一看才发现她的脸部中了一枪。一屋三命，血腥的杀戮场景直接震惊了2名警员。除了勘察现场后，警方考虑了很多种可能性，包括是二儿子库迪杀了他的父母，然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又或许凶手是大儿子杰森或者小儿子格兰特。1月27号，也就是案发2天半后，警方在奥治兰县的一家酒店里找到了格兰特。被带到警局接受审讯时，他非常的镇静，而且很配合。格兰特表示，在1月24号晚，他把自己的衣服打包放到了车里，然后在车里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时自己就离开了。而至于房子后面发生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格兰特从头到尾都表现得很镇静，期间还不断暗示警方，凶手可能是他的二哥库迪。但是经验丰富的警员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直接就抓住了格兰特口供的漏洞。几番对视下来，格兰特被逼入了撒谎的困境，以至于最后他直接保持了沉默。而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格兰特被允许离开警局，而仅仅在案发3天后的1月28号，警方就正式逮捕了他，准备以3项一级谋杀罪起诉。2019年7月，法庭就召开了第一次庭审。法庭上，检方展示了格兰特卧室内的照片，尤其是他昂贵的电脑还有游戏设备。他们表示，案发房屋里没有任何东西被盗，也没有任何外人强行进入的痕迹。凶手是从家里面开始作案的。从案发时间上来看，二儿子库迪和大儿子杰森根本没有机会作案。有充足作案条件和作案动机的人只有格兰特、玛格丽特夫妇的小儿子。根据对案发现场的勘查，检方还原了案发的大致经过。第一个受害的人是格兰特的母亲玛格丽特，当时她在自己书房里看书。而接着格兰特的父亲下班回到家中，不料被后面的格兰特开枪袭击。而最后回到家的是格兰特的二哥库迪，他一回到家就遭到了射杀。在杀害自己3位至亲后，格兰特试图伪造一种外人闯入的紧急情况。庭审之中，检方出示了一项证据，那就是格兰特在网上写的一个帖子。这个帖子足足有8页之多。在帖子里面，格兰特发了很多牢骚，侧面表达了自己非常憎恨有极强控制欲的父亲。接着，格兰特的大哥杰森也出庭作证，他谈到了格兰特与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有父亲在2019年年初和格兰特达成的协议。这份协议规定，格兰特不能继续和那个女主播联系，不然他将会被家族里除名。而这些证据都表明，格兰特有充足的作案动机。说完作案动机，检方又补充了作案条件，还有作案证据。根据警方的调查，在1月24号案发当晚11点半左右，格兰特用自己的电脑连接了父亲的手机，但是因为父亲的苹果手机设置了密码，所以格兰特就在自己的电脑上搜索如何解锁苹果手机密码。半个多小时后的凌晨12点，格兰特用手指指纹成功解锁了父亲的银行账户。1月25号凌晨3点，格兰特在自己的电脑上使用二哥的银行账户购买了视频秀网站上的消费币，然后和西尔维亚再度视频连线。视频中，格兰特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思念，别人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而我是一刻不见如隔三秋。结束聊天之后，格兰特又上网搜索了如何清除这些操作记录，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警方的绝对实力面前，他的犯罪痕迹还是被翻了个底朝天。可格兰特的辩护律师却表示，开枪杀人的第一个前提是你得要有枪。可案发时，格兰特已经卖掉了自己的枪，也没法接触到住所内其他枪支，因为这些枪支早就被他的父母藏了起来。为了反驳格兰特的辩护律师，库迪的一个朋友就作证说，在库迪和他弟弟来访后不久，自己家里就不见了一把枪。他猜测这把枪可能就是用于谋杀案的那把枪。而在格兰特入住的房间里，警方就找到了一个手套，法医带回检局检测之后就发现上面有火药残留。
而种种证据显示，凶手只可能是格兰特。经过8个小时的审议，陪审团就裁定格兰特在3起谋杀案中均有罪，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当听到这个判决后，原本面无表情、事不关己的格兰特立即就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估计他一直以为自己在庭审结束后会大摇大摆走出法庭，继续和西尔维亚甜言蜜语。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在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夜晚，一个华裔男子突然发现自己5岁的女儿不知所踪。报警之后，社区的很多邻居都为他们伸出了援手，然而不管他们怎么寻找，却始终一无所获。直到警方回到男子的饭店后，他们才发现了惊人的真相。谁也无法想象，这个只有5岁的女孩在人间居然遭遇了这样一份令人窒息的爱。Jackson Township Police. Hi, yes, I need some help. Okay, where are you at? 4924 Portage Street. Okay, what's going on? I can't find my daughter. Okay, how old is she? 5. She just turned 5. Okay, and you're at Ames? Thanks, yeah. Quiet. When's the last time you seen her? This afternoon, probably. Around what time? 故事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斯塔克县的杰克逊小镇。2017年1月9号这天，镇上不停下着小雪。晚上10点后，在空中飘舞的雪花一直不肯离去，直溜的寒风不断刁难着行人厚厚的大衣。就是在这样一个凛冬夜晚，街道上丛林里的景象却一别以往。社区邻居、小镇警员、媒体记者，每个人的神情都无比紧张。他们3、5成群地凑在一起，这里瞧瞧，那里看看，嘴里还不断呼喊着一个名字。此时此刻，大家都在寻找一个只有5岁的女孩。越是晚1分钟找到这个女孩，危险就越多1分。根据资料，这个失踪的女孩名字叫做阿沈丽，是当地一家中餐馆老板的女儿。问题来了，为什么年纪只有5岁的阿沈丽会突然失踪呢？而在发现女儿失踪之前，她的父母又在干什么？在此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阿沈丽父母的背景。根据资料，阿沈丽的父亲名为赵亮，母亲名字叫做陈明明。两人此前都是来自于中国。2008年8月时，陈明明从中国飞到了墨西哥，不过他的真正目的是美国，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法直接通过正常途径进入美国。而在墨西哥待了1年后，他就花费6.8万美元，在当地找了一个偷渡中介，通过墨西哥边境偷渡进入美国。根据网上流传的资料，为了留在美国，陈明明还向美国申请了政治庇护。他表示自己在离开中国前是个小学教师，后来因为工作压力大，就加入了某个社会组织。正是因为这个组织，在2008年4月时，自己被中国警方逮捕，还进去吃了1个月的牢饭。期间还受到了狱警的虐待，为了从监狱里走出来，自己就被迫签署了承诺书，承诺不再随便加入没有经过官方认证的社会组织。出于对当局种种政策的不满，自己才逃离故乡，来到了美国。不明不白的牢狱之灾，险象迭生的偷渡路线，让陈明明确实很值得别人同情。可是美国移民局仔细审查后却发现，他所说的这些经历简直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移民官认为陈明明这人非常不诚实，以受到政治迫害为由的谎言，试图获取在美国定居的机会。尽管进行了多次上诉，可陈明明的庇护申请还是被拒绝。2009年年底，陈明明被下令限期离境。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和突出的技能，早期的陈明明只能投靠在纽约开餐厅的姐姐。就是在这里，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赵亮。当时2人都是餐厅的员工。而在相处过程中，2人就发现彼此的性格非常合得来，加上都是来自于中国，语言文化背景上也没有太大差距，所以在2001年夏天，2个人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努力工作攒了一笔小钱后，2个人就搬到了俄亥俄州的斯塔克县。凭借在姐姐那里学来的厨艺，他们在当地开了一家饭店，名字叫做昂亚亚洲美食。在经营餐厅的同时，2个人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大女儿名为乔乔，在2010年10月出生，小女儿阿省丽则是在2011年12月底。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简简单单，夫妻俩平时努力经营着饭店，希望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扎根发芽，实现平凡人的美国梦。从媒体公布的图片来看，阿省丽长得十分甜美，乌黑的头发，闪亮的眼睛，还有可爱的鼻子，完美的呈现了一个充满童真的孩子。无论是谁看到阿省丽，都想把她放在手里好好疼爱。可对于阿省丽来说，她的成长历程却并不怎么顺利。为了降低经营成本，她的父母两人既是老板又是员工，两人每周不知疲倦的工作，一个星期只休息1天。大家都知道做餐饮是非常累人的，如果你没有请厨师或者服务员，那意味着一天到晚所有的事情都要你亲力亲为。早早去超市购置食材，早早回来加工它们，为客人烹饪饭菜，打包外卖，打烊后还要洗碗拖地等等。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干这一行，不是在买菜的路上，就是在洗菜的盆边，不是在炒菜的灶旁，就是在收拾的时间。对于阿省丽单打独斗的父母来说，他们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两个女儿。不过，在失去陪伴女儿成长机会的同时，他们的这份拼搏受到了很多食客的认可。他们饭店的风评很不错，例如这个名为萨拉的网友评论：我和我的家人每周至少要去光顾他们1次。我觉得他们家的食物和服务都非常的不错。又比如这位名为罗宾网友的评价：这家餐厅的食物非常的美味和新鲜，外卖也很快，我非常高兴自己周围能够有这样的一家餐厅。随着客流的增长，经营餐馆压力的不断加大，照顾非常年幼的阿省丽就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陈明明就决定将女儿送到纽约，让孩子的祖母负责照顾。这个选择是无奈中的无奈，即使这意味着阿省丽要和父母以及姐姐乔乔分开。然而，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婆婆照顾后的阿省丽身体和智力的发育比同龄人却慢了很多。同样的年纪，别人家的孩子看起来有一种鬼灵精怪的感觉，可阿省丽却只剩下呆傻。说得好听点就是萌得可爱，说得不好听点那就是发育不全。也许是因为公公婆婆不懂得照顾孩子，又也许是害怕女儿真的会变成傻子。2015年10月时，陈明明就将阿省丽接回到俄亥俄州，打算把她放在自己身边照顾。可把女儿接到身边后，他才发现女儿的状况已经变得十分的糟糕。多年的疏忽和培养的缺乏，确实让阿省丽的发育被延缓不少。5岁的孩子居然还要用尿布，连大小便自己都不会去卫生间解决。虽然店里的事情很多，虽然自己一天到晚忙得天旋地转，但是陈明明还是希望能够把小女儿拉回正轨。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还是想得太简单了。因为在2017年1月9号这个寒冷的冬夜，阿省丽突然失踪了。根据赵亮的说法，由于自己和妻子白天长时间都在饭店，所以为了方便照顾，就经常把2个女儿带到餐馆。他们在饭店的里侧弄了一个小房间，每到饭点高峰期时，都会让阿省丽待在里面。有时候呢是在睡觉，有时候呢就给平板电脑让他们自己玩。教练表示，这天下午自己带阿省丽来到饭店后，像往常一样把她关在小房间里，让她自己玩。傍晚高峰期后，妻子走进小隔间时，却发现小女儿阿省丽不见了。这边有了开头中丈夫报警求助的事情。教练告诉警方，因为小女儿穿着单薄，外面又刚好下着大雪，气温呢更是降到了零下6度。如果女儿在暴风雪中迷路，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警方接到报警后，马上就派出了警员开始搜索，他们带来了各种工具。小镇警局的局长更是亲自带队，他要求队员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这个失踪的女孩。他们派出了警犬在雪地中追踪，甚至还出动了无人机，还有直升机在周边地区搜寻。而一些非常热心的邻居也加入了搜寻队。尽管一群人冒着恶劣的天气苦苦搜寻，但是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第二天的1月10号早上，小镇警局在线上和线下就发布了阿省丽的失踪通告，但几个小时后，他们依然没有收到有效线索。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越是晚一刻找到阿什利，他的危险就越大。在经过10几个小时的持续搜索后，警方在户外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回到原点，阿什利失踪谜团的关键地方，他父母开设的饭店。正如当时一位警员所说的，在找了大半天依然没找到人后，我们当时是很失望的。但是我们回头一想，这个女孩有没有可能其实一直就藏在饭店里，藏在一个连她父母都不知道的地方？因为此前也确实出现过类似的案例。但怀着最后的一丝希望，警方就详细搜查了饭店的所有地方，结果他们果然找到了阿什利，只不过却让人无比悲伤。但事实上，阿什利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饭店，他一直被藏在一个冰箱里面，上面还铺着一层厚厚的盐。警员无法想象，为什么一个5岁的女孩会这样躺在冰箱里面。阿什利的父母看到女儿时，他们的情绪似乎崩溃了。将阿什利抬上救护车时，警方一直以为他的父母会哭得歇斯底里，但是他们并没有。不但如此，细心的探员还发现，阿什利父母2人的反应似乎不太一样。但是不管他们的情绪如何，按照程序他们都得回到警局接受审问。阿什利的母亲陈明明坐在审讯室里，她的表情是出奇的冷静，甚至是没有任何情感。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刚失去5岁女儿的母亲。审讯员提醒她，就在刚才，你失去了你的宝贝女儿，难道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而此时座位上的陈明明仿佛陷入了自己的思绪中，完全就没有反应过来。审讯员拉高了声音，并在语气中增加了紧迫感。你女儿阿什利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为什么会出现在冰箱里？几次发问后，陈明明终于开口说话，是我杀了她。听到这句话，审讯员觉得非常的意外，即使这个答案是他心中的选项之一，因为说出这句话时，作为母亲的陈明明居然没有一滴眼泪，甚至没有一丝悔意，只有一种令人胆寒的冷静。随着对话的深入，陈明明就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表示自己只有1双手，却需要照顾2双手，意思是在为饭店生意忙碌的同时，他实在没法抽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2个年幼的孩子，况且他们分别只有5岁和6岁。陈明明告诉审讯员，当天早上原本一切都很正常，自己和丈夫早早就起床了，丈夫负责送大女儿去学校，自己呢则带着小女儿阿什利来到餐厅，开始为新一天的营业做准备。陈明明说，他此前从来没想过要杀害女儿，只是因为当时心情非常的糟糕，加上阿什利又把尿撒在了尿布上，一时气愤才抓住她的头，多次撞向地面。等反应过来之后，才发现孩子已经陷入了昏迷。在陈明明看来，女儿阿什利已经5岁了，都已经到这个年纪了，还不会自己去卫生间大小便。由于阿什利毕竟是个小孩子，所以根本就承受不了他母亲的这些动作，最后直接停止心跳。而接大女儿去学校的丈夫回来之后，就发现小女儿昏迷不醒，就马上进行了心肺复苏。可不管他如何努力，不管他如何呼喊女儿的名字，阿什利始终没有苏醒过来。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几乎都会选择报警求助，但是赵亮和妻子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觉得把孩子送到医院后，如果抢救失败，那妻子会面临谋杀指控的风险。既然孩子去世的事实已经没法改变，但目前至少还可以挽救妻子，让她避免牢狱之灾。惊慌失措间，夫妇2人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当天下午，他们把小女儿阿什利放在了小房间里，并且擦掉了她嘴巴上的呕吐物，让她看起来像是在睡觉。而接着，丈夫就去学校把大女儿接了回来，让她也在小房间里待上几分钟。而看着一动不动的妹妹，大女儿根本就不会意识到此时的妹妹已经去世，只会以为她在睡觉。在确定大女儿见过阿什利后，妻子就把大女儿带到了外面，而丈夫赵亮则趁机把小女儿藏到冰箱里。赵亮觉得利用大女儿可以掩盖犯罪事实，因为一个6岁的孩子是不会撒谎，也不懂得撒谎的。只要让他在警方面前说出当天下午自己确实在房间里看到了妹妹在睡觉，虽然这只是他看到的一半事实，但这就足够帮他们圆谎了。
加上饭店后面刚好没有监控，所以警方根本就无法确定阿沈丽到底有没有离家出走。同时警方也没法靠脚印判断女儿的行踪，因为外面一直在下雪。只要让警方相信小女儿阿沈丽存在通过饭店后门离开的可能，那就可以伪造孩子离家走丢的假象。为了保险起见，赵亮还将女儿阿沈丽的尸体藏到了冰箱里面，还在上面铺了一层厚厚的盐，防止气味散发出来。那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和妻子2个人就继续照常营业，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在审讯中，赵亮承认自己之所以会制定藏尸计划，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害怕警方发现妻子仍然在美国非法居住。审讯室里，他告诉警方，自己妻子本质上呢不是个坏人，只是当时情绪上没法控制自己。阿沈丽身上那些淤青呢，是案发前1个月妻子留下的。妻子只是想好好教导一下孩子，就像有一些孩子闯祸回到家后会被父母打屁股、揪耳朵等等，这些举动呢都不算是故意虐待孩子。他向警方强调，如果知道妻子一开始就有虐童倾向，那自己是绝对不会和她结婚的。而对比大女儿乔乔就知道，乔乔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因为她很听话，不用妻子为她操心。教练表示，按照计划，他们会在当天半夜找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把女儿尸体烧掉或者埋掉，又或者直接把女儿丢进海里，这样就永远没有人知道真相。那妻子呢，就永远不用蹲监狱。那岂料当晚会有这么多人一起帮警方找他女儿，搞得自己没有办法实施行动。他也更没想到，警方隔天会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直接就绕回来检查饭店。事情曝光后，很多邻居都无比震惊。根据他们的了解，阿沈丽一家平时没有住在饭店里，而是额外住在租来的一栋公寓里。同一栋楼的住户都觉得，这对来自亚洲的夫妇为人非常的友善，而且工作很勤恳。一些光顾他们饭店生意的老顾客也说，这对老板的2个女儿非常的有礼貌，而且非常可爱，尤其是阿沈丽那稚嫩的小脸蛋，谁见了都很喜欢。可就是这么可爱的孩子，却遭遇到了这么恐怖的悲剧。阿沈丽的遗体被火化后，骨灰就被交给了她在纽约的亲戚，而她的姐姐乔乔呢，则被送到了儿童福利机构。由于案发时乔乔只有6岁，所以周围人只能告诉她，你的妹妹和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但是这种善意的谎言，总有一天会被揭穿的时候。而在种族原本就很敏感的美国，他姐姐以后的人生是否会因此蒙上阴影，性格又是否会因为家庭的巨变发生偏颇，我们谁也无法预测。案发之后，有人在餐馆外面设立了一个纪念碑，纪念阿沈丽这位无辜的小天使。前来悼念的人呢，往往会留下一些毛绒玩具，或者是蜡烛，又或者是气球等悼念品。很快，斯塔克县法院就召开了第一次庭审。阿沈丽35岁的父亲赵亮站在法官面前，用颤抖的声音还原了他女儿的死亡过程。他的妻子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一直面无表情，只和身旁的翻译有交流。而在出席庭审前，他跟检察官就达成了认罪协议。而作为交换条件，他需要在法庭上指证他的妻子陈明明的犯罪事实。估计他怎么也想不到，当初自己最想保护的妻子，如今却亲自把他推向了监狱。法庭文件显示，从2015年10月与父母同住开始，到2017年9月去世，阿沈丽就曾被他的母亲多次虐待。检方表示，虽然赵亮的行为没有直接导致他女儿的死亡，但是他早就知道妻子对小女儿阿沈丽存在肢体上的过度教育，所以他依然要为自己的不作为负责。2018年1月，他被判处12年的有期监禁。法官表示，赵亮掩盖错误的决定加剧了这场悲剧。如果案发时他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比如说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求助，那他或许还有机会挽救他女儿。而至于阿沈丽的母亲陈明明，她受到的指控就非常的严重。法庭之上，她表示对自己的行为非常的后悔，自己不该这么冲动。她希望陪审团和法官能够给她一个机会，让她重新做一个好人。而最终呢，他被判处22年监禁，其中就包括过失杀人罪，还有虐待儿童罪以及篡改证据罪。
由于案发时他是非法滞留在美国，所以每一项罪行都是严厉的惩罚。而不但如此，他在服满22年监禁后会被直接驱逐出境送回中国。这件案子发生之后，美国警方其实公开了对陈明明夫妇的审讯视频。如果单从视频来看，陈明明对女儿的死内心似乎真的是毫无波澜，在说出是我杀了女儿的那一瞬间，他的情绪依然没有任何明显的波动。也许对他来说，在2017年1月9号这一天之前，在走进警局审讯室之前，他已经为女儿有过无数次的歇斯底里。从中国千里迢迢飞到墨西哥，再到顶着巨大的风险穿过美墨边境，再到为生计苦苦努力，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坚强，也看到了黄色面孔想扎根异乡的努力。可现实留给他的却只有一地鸡毛，每天起早贪黑做依然忙不完的活，每一天在你身边让你崩溃的孩子。难怪很多女人都会发问，婚姻究竟给女人带来了什么？而对于她的丈夫赵亮来说，他努力维持的家庭却被妻子亲手给毁掉，自己还被妻子亲自送进了监狱。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怨恨他的妻子，但是小渊知道，作为男人，他心里肯定有无奈还有自责。为人丈夫，为人父亲，却没能让自己的家人幸福快乐地度过这一生，这种无奈对于再坚强的男人来说也是一种折磨。贫穷不是罪过，但是藐视生命和掩盖错误永远都是不对的。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一个10岁女孩骑着自行车回家，原本只需要10分钟的路程，却花了这个女孩一生的时间。在这段通过森林的回家之路上，女孩究竟经历了什么？森林小路，木箱女孩，神秘谜团。在经过27年的追问后，答案又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故事发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兰贝斯格县，在阿尔卑斯山脉附近，当地有个名为阿莫湖的湖泊。在这个湖泊的岸边散布着多个村庄，例如埃辛村还有熊多夫村。两个村庄的距离只有几公里远，本地人在这里安养生息，外地人喜欢来这里旅游散心。在这两个村落之间有一片森林，名字叫做黑森山，一直是当地人和外地游客的最爱。可就是在这样的美景之中，却发生了一件让人无比痛心的案件。案件的主角是个名为乌尔苏拉的德国女孩。1970年，她出生于埃辛村，家里有2个哥哥和1个姐姐，父亲是一名教师，母亲是全职家庭主妇。6口之家一直住在阿尔卑斯山脚的美景下，虽然不是什么大富人家，但简单质朴的日子却让人格外充实。1981年9月，苏拉来到了11岁，成为了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她留着一头长刘海，与同龄的小伙伴相比，苏拉相对更加成熟，处理事情也有头有尾，不像她周围一些好玩的朋友，3天不打上房揭瓦。放学后，苏拉经常会去附近村庄上体操课，有空时还喜欢和哥哥迈克尔学弹钢琴，又或者骑着自行车四处闲逛。可就是这么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却不知死神已经带着镰刀悄悄跟在她的后面。1981年9月15号星期二，是当地学校开学的第一天。当天放学后，苏拉像往常一样骑车回到了家中，然后和哥哥迈克尔一起练了一会儿钢琴。下午5点，他骑着自行车到附近的熊多夫村上体操课。下课后，他还顺便去了表弟家。苏拉和表弟玩得很开心，并在他家里跟姨妈一起吃了晚餐。晚上7点15分，苏拉的母亲打电话叫他回家。7点20分左右，苏拉骑上自行车离开表弟家，准备返回住所。根据资料，表弟家和苏拉家相距并不远，只有3公里左右，骑自行车只需要1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然而，半个多小时后的7点50分，苏拉依然没有出现在家门口。考虑到没有下雨等原因，母亲觉得女儿肯定是又玩过头了，她又打电话给妹妹，也就是苏拉的姨妈。然而妹妹却说，苏拉在25分钟之前就已经出发了，按道理来说，她现在应该已经到家了。
而这时苏拉的母亲意识到情况不太对劲，平时10分钟的车程，怎么今天半个小时过去还没有看到女儿？在熊多夫村和爱心村之间有2条路线，一条是穿过黑森山，而另一条是沿着湖边。第一条路线苏拉经常走，对她非常熟悉，不可能会迷路，而且又没下大雨。等到无果之下，苏拉的父亲就决定亲自去森林里寻找女儿。而在另外一边，为了争取时间，苏拉的叔叔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从熊多夫村出发前往黑森山，他和苏拉父亲的出发路线相对，2个人预计会在黑森山碰头。一路上他们不断呼唤苏拉的名字，但就是没人应答，也没有发现苏拉的个人物品。半个小时后的晚上8点35分，警方就派出了警员开始进山找人。搜索队的队员除了警察和消防员外，还有一些热心的邻居。晚上11点15分，一台警犬发现了苏拉的红色自行车，上面还有她的小背包。她早在距离森林小路20米外的一棵树旁，但是依然不见苏拉的踪影。在这个地点之后，警方就失去了线索。由于自行车距离湖边比较远，所以警方就初步排除苏拉遭遇溺水的可能。随着月色越来越深，森林开始下起了大雨，但这并没有中断搜寻工作。数十名身穿雨衣还有橡胶靴的警员依然在漆黑的森林中不断搜查，直到黎明时，他们才暂时被撤下。天亮后，小镇警方派出了船只和潜水员对阿莫湖进行了检查，他们还派出一架直升机从空中扫描森林。与此同时，当地广播电台也播报了苏拉失踪的消息。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即使经过大范围的立体搜查，警方依然没有找到苏拉。在苏拉失踪的36小时后，也就是9月17号星期四早上，他的父母接到了一个电话，但奇怪的是，打电话的人一直没说话。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又有3个奇怪的电话打到苏拉家中。警方马上在苏拉家里设立了监听，他们发现每次拨入电话后，对方都默不作声，然后就会直接挂断电话。电话里还播放了一个铃声，每次连续响2次，每次持续的时间大概是3秒钟左右。细心聆听电话后，警方就发现电话每次被挂断前都有一种奇怪的敲击声，听起来就有点像是录音机倒带的声音。苏拉的父亲赫尔曼很快就认出了电话中播放的铃声，这个铃声在当地电台的交通快讯中使用过。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打电话的人要播放这个铃声呢？或者说，他是否用这个声音在暗示着什么呢？9月18号星期五，也就是苏拉失踪后的第3天早上，他的父亲赫尔曼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标着紧急的字样，打开一看，里面是张勒索信。这封信是用断断续续的德语写的，所有的单词都是从报纸杂志文章上剪下来，然后再拼接而成。大致内容是：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如果你想让你的女儿活着，就支付200万马克赎金。如果你报警或者拒绝支付赎金，我们将杀死你的女儿。除此之外，写信人还表示，如果赫尔曼同意支付赎金，就得在电话中确认。警员发现这封信应该提前1天送达，但是邮局不小心出现了工作失误，导致苏拉的父亲晚1天才收到了信件。收到信件后的当天下午，绑匪们再次致电苏拉家人，这一次是苏拉的母亲接的电话。按计划，在铃声播放后，他确认了自己同意支付赎金的要求。不过在通话中，他要求绑匪提供女儿还活着的证据，可是对于这个要求，绑匪并没有做出回应。情急之下，苏拉的母亲让绑匪询问女儿，你最喜欢的2只玩具叫什么名字？可绑匪一直保持沉默。苏拉的母亲直接朝着对方大喊，钱我们可以给你，但是你最起码得让我们确定我女儿还活着。最后，来电者直接挂断了电话，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
考虑到苏拉家里并不富裕，所以一位好心的邻居就替他们出面筹集了一部分赎金，而剩余的那部分则由当地小镇政府负责。1981年9月21号星期一，苏拉的父亲赫尔曼收到了第二封勒索信，信中要求他使用面额为100马克的现钞作为赎金，并将它们装在一个手提箱里。写信人还要求送钱过程只能由赫尔曼一个人完成。按照他的要求，赫尔曼需要开一辆黄色的菲亚特600汽车，交付赎金的具体日期还有地点晚一点会通知。警方就觉得写信人的要求很奇怪，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很少有菲亚特600这种型号的车辆。收到信件后，乌拉家人和警方都在耐心地等着写信人的下一个动作。然而2周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消息。随着时间的流逝，苏拉的家人就越来越担心。10月1号，由于连续10天都没有收到绑匪的回信，警方就决定再次上山搜索。而这一次，他们出动了超过100名警员，准备进行更加详细的地毯式搜查。4天后的10月4号上午，在距离湖边大概800米的地方，警方就发现了一块木板，而在木板上面还有一条棕色的毛毯，以及有人用植物掩盖的痕迹，而且痕迹看起来很新。掀开木板后，下面出现了一块绿色的木板，长72厘米，宽60厘米，被人用7个滑动螺栓固定住。仔细一看才发现这是木盒的盖子。撬开木板后，警员直接看到了躺在里面的苏拉。而在他失踪19天后，大家终于找到了他，可此时的苏拉却已经和父母阴阳两隔。看着眼前这幅场景，现场的警员无不暗自叹气，毕竟苏拉还只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对苏拉的家人来说，木盒盖子被打开的那一瞬间，他们也打开了悲痛的地狱之门。对于女儿，他们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将凶手绳之以法。小镇警方检查了木盒，发现它重量在60公斤左右，当时像一个电话亭那样被埋在土里。木盒深约 1.4 米左右，里面呢还有一块木板座位，座位下面还放着一个小桶，前面则是一个架子，就有点类似于书桌的作用。除此之外，警方还在木盒里发现了12罐芬达饮料、6块巧克力、3瓶水、4包饼干、2包口香糖、1瓶苹果汁饮料、一个便携式台灯、1台收音机，还有21本漫画书。除了以上这些东西，木盒还安装着一个质量很差的通风系统，使用塑料水管制成，一端呢延伸到地面，而另外一端则在盒子的上方。但是这个系统呢需要外力才能让空气有效循环，否则盒子里面的氧气会很快被耗尽。警方发现苏拉的尸体时，他坐在木板上，头部向后倾斜，双眼紧闭，膝盖上还放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有一套运动服。但是法医师讲后就发现，苏拉在死前似乎没有受到明显伤害或者折磨，他应该是在进入木盒后的半小时到5个小时内去世。起初警方就怀疑苏拉在进入盒子之前被注射了麻醉药物，因为盒子内没有任何反抗的痕迹。但是苏拉的身体上却找不到针孔，体内也没有残留的毒物，法医就怀疑绑匪很可能使用了笑气，使苏拉暂时失去了意识。但是由于当时碍于检测条件等原因，他们没法证实这个推测。几天之后，苏拉的父母为他举行了葬礼，而葬礼之上，他的父母可以说是悲痛万分。苏拉的遇害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警方压力山大。后来他们从一块胶带碎片上提取到了一个指纹，在木盒一个螺丝旁边还找到了一条短发。考虑到木盒60公斤的重量，警方就推测至少有2名嫌犯参与作案。而为了寻求有效线索，他们就发布了3万马克酬劳的悬赏令。而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大部分的线索都指向了维纳尔·马祖雷克，当地一个31岁的已婚男子。根据资料，案发时维纳尔是一名汽修工，住所就在苏拉几百米外。他身材高大强壮，而且平时脾气非常的暴躁。当时警方发现维纳尔负债累累，他的债务多达14万马克。而在发现苏拉尸体的1周后，警方就传讯了他。起初维纳尔没有办法提供自己在苏拉失踪当晚的行踪证明，但是第2天他表示，苏拉失踪时
他正在和妻子以及另外2个朋友一起玩桌游。警方就搜查了他的住所，但是没有找到与苏拉绑架有关的直接线索。1个月后，警方就将维纳尔的指纹与犯罪现场那个胶带上的指纹进行对比，结果发现2者并不匹配。但是对于维纳尔的说法，警方依然是保持怀疑的态度。1个月后，警方又审问了一个叫做克劳斯·帕法芬格的男子。帕法芬格是一个失业的机械师，是维纳尔的一个朋友。帕法芬格之所以会被怀疑，是因为他的房东告诉警方，在苏拉失踪几周前，他看到帕法芬格的摩托车上绑着一把铁锹。起初，帕法芬格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但在第2天的问话中，他告诉警方，1981年9月时，维纳尔曾让他在森林里挖一个洞。作为回报，维纳尔答应给自己1000马克，还有一台电视机。帕法芬格还承认，后来他知道这个洞里被埋了一个木盒。听到这番话，警方就认为他们离破案不远了。然而，当他们要求帕法芬格带领他们找到他在森林里挖洞的具体位置时，帕法芬格却没能找到。短短几天之后，他就突然撤回了自己的陈述。Der idyllische Ammersee am 15. September 1981. Ein 10-jähriges Mädchen wird auf dem Nachhauseweg vom Fahrrad gerissen, in eine Kiste gesperrt und vergraben. 无奈之下，警方只能再次审查1981年最初的那几位嫌疑人，但是帕法芬格除外，因为他在1990年时就已经去世。调查人员就相信帕法芬格最初关于为维纳尔挖坑的陈述应该是真的。虽然他没成功找到木盒被埋藏的准确位置，但是他确实知道一些具体的细节，比如说木盒的尺寸。警方觉得只有参与绑架的人才可能知道这些细节。然而好巧不巧，帕法芬格的 DNA 样本与犯罪现场发现的头发根本就不匹配，这就陷入了非常矛盾的尴尬。由于帕法芬格已经去世，没法参与新的调查，警方呢只好对维纳尔进行监视，包括监听他的电话，甚至还派遣了一名卧底。几个月之后，调查人员就出现在他的家里，从他身上提取了 DNA 样本，送回局里鉴定后，却发现维纳尔的 DNA 样本与犯罪现场发现的头发也不匹配。说到这里，肯定有一些观众会认为，既然不匹配，那警方为什么老是要缠着他不放呢？这不就是明摆着违反了疑罪从无的调查原则吗？那其实这里要纠正一下，就我们作为外人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都是站在上帝角度，而现实操作中呢，会有很多时空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维纳尔，也许他真的有参与作案，只不过他的头发刚好没有出现在木盒上，这完全也是有可能。那出于谨慎起见，警方就搜查了维纳尔的房子，他们找到了一台旧的磁带录音机。生存家检测后就认为，维纳尔这台录音机存在技术缺陷，导致录音会出现某一种失真，而具备这种失真特征的录音刚好和1981年苏拉家人接到的那几个电话中的录音相同，所以最后他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维纳尔家中找到的录音机很可能就是当年勒索电话里录制还有播放广告曲的那一台录音机。2008年5月，警方就以涉嫌绑架为由，正式将维纳尔逮捕入狱。次年2月，德国奥格斯堡法院就召开了庭审。法庭之上，警方把维纳尔的过往可以说是给扒了个底朝天。例如1974年的杀狗事件，当时维纳尔家里的狗在厨房的垃圾桶上撒尿，随后维纳尔将它抓住，并将它关到冰箱里，直接把它给冻死。在作案条件上，作为一个汽修工，制作案发这种木盒对维纳尔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至于作案动机，那就更加明显了，因为案发时他负债累累，加上维纳尔的诈骗记录还有暴躁的脾气，就更加让人怀疑他是凶手。可不管被警方列举了多少条黑历史，维纳尔一直否认自己是凶手。实际上，以上那些黑历史都是开胃小菜，检方真正的王牌是下面2个充满争议的证据。第一个就是声学家关于录音机的鉴定。维纳尔表示，家里那台录音机是他在案发前几周从跳蚤市场买的。在维纳尔看来，出售这个录音机的人更有嫌疑，但是他没有办法证实这一点，因为他无法说出卖录音机的这个人是谁，而且似乎也没人相信
那台录音机会是在跳蚤市场上出售的。而第二个证据则是帕法芬格的口供。检方相信帕法芬格最初的陈述应该是真的，他们认为帕法芬格故意没带警方去木盒被发现的具体位置，目的就是想让警方释放他，因为如果被坐实了，那他肯定也会因为作为帮凶受到惩罚。检方还证实，案发当年帕法芬格曾说过一些犯罪现场的细节，比如说盒子的尺寸，还有埋葬地点的描述，这跟警方的调查结果完全相符。2010年，在控辩双方僵持1年后，陪审团就认为维纳尔有罪，他被判处无期徒刑。维纳尔的妻子也因为涉嫌包庇罪犯还有作伪证受审，但是后来呢，因为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虽然法院对这个案件做出了审判，而警方呢也抓到了罪犯维纳尔，但是苏拉的哥哥迈克尔却始终认为帕法芬格的口供不可信，因为他有严重的酗酒习惯，而拘留期间还出现过幻觉。迈克尔看了卷宗资料后就发现，帕法芬格在接受警方审问时曾经多次更改口供，他所知道的木盒还有埋葬地点这些细节很可能是通过媒体报道获悉的。迈克尔就要求警方重新调查，但是遭到了他们的拒绝。2013年，迈克尔就想出了一个计划，他以维纳尔导致他出现心理创伤为由，对维纳尔提出了2万欧元的民事索赔。迈克尔这样做呢，不是为了这笔赔偿金，而是想让法院重新审理该案，而在找出真正凶手的同时，也还维纳尔一个完完整整的公道。然而2018年8月，法院的回应完全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走，而妹妹遇害的这件事情呢，给迈克尔带来了很大打击，他的健康状况因此恶化，音乐职业更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对于迈克尔来说，妹妹的案件依然没有被彻底解决，因为警方在调查该案时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例如没有及时为帕法芬格的陈述录音，或者以书面的记录形式保存，反而是在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其中一名警官才根据自己的回忆把帕法芬格的口供写成了书面材料。然而在这份材料上面根本就没有帕法芬格本人的签名或者是手印。帕法芬格的妻子也表示，自己丈夫是个酗酒者，不可能帮维纳尔挖这么大个坑。而小镇民众也提出质疑，因为当木盒被发现时，警方没有第一时间封锁现场，这导致现场被记者还有民众严重污染。而更加荒唐的是，当时那张盖在木盒上的毯子居然被一名初级警员带回家，还被放到洗衣机里面清洗。直到今天，很多民众都认为，由于时间紧迫，警方是找了个替罪羊，他们遵循了有罪的冤犯总比没有找到罪犯好这个概念。而直到今天，苏拉的哥哥迈克尔依然对这个案子表示怀疑，他一直在努力找机会重启案件的调查。他还写信给法院说，我不相信整件事情都是维纳尔一个人做的，但是我也不相信他是完全无辜的。而在法律程序上，苏拉的案件已经被正式结案，即使案发后警方处理的5万份材料，对比了2万多个指纹，但是他们交出的答案似乎依然没有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1981年，那个绑走苏拉的神秘人到底是谁？或者说，在维纳尔背后又是否存在其他罪犯？事情的真相恐怕永远都要被蒙上一层谜团。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